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用中文讲故事。所有人都喜欢故事，特别是小孩子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现实和幻想本来就是混为一谈的，故事就是另外一种真实。我所谓的故事呢，就是模糊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边界，然后人可以进入的另外一个世界。因为我儿子呀，每天晚上都要我给他讲一个睡前故事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养成了一个能力，就是现编。我讲故事前呢，从来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故事，但是呢，我必须做到第一句就把我儿子带入到故事里。所以呢，我需要一个我儿子能感同身受的人物，要么是他自己，要么是他喜欢的动画片里的角色。有了角色之后呢，还需要一个场景，让这个角色能进入。可以是很生活化的、很平常的场景，也可以是很奇幻的场景，但是这个场景必须让人能看得见。我记得乔治·马丁说过，在他写《冰与火之歌》之前呢，有一天他脑子里突然蹦进来一个画面，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小男孩跟着一伙人去找冰原狼。出现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景啊，就像打开了开关一样，在他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那天也随手写了一个小故事，第一个蹦入我脑子里的画面就是有一个下雪天，我撑了一把特别大的大黑伞。这个场景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同时呢，它又在现实和幻想的交界处。有了人物和场景，接下来就需要一个事件，引领你自己和你的听众进入这个世界。我故事里的事情就是我撑着这把大黑伞，带着我儿子去上画画课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添加一些细节，比如说下雪了，天非常的冷，所以呢，我们穿了很多件衣服，裹得像熊一样。但是呢，要去上课，而且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小区里去上课，路程呢也不是特别远，所以它很难成为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需要出现另外一个人物或者事件，冲破原来的平淡。而且啊，这个人物、这个事件，很多时候是在你完全预料之外的。但是，假如你真的进入了这么一个世界，在路途上，它肯定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。这个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，天已经黑了，小区里的灯啊都打开了，但是呢，还有些地方是黑乎乎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小区里头有很多流浪猫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在暗处出现了一只流浪猫，我刚好看到了它，它好像也在回看着我们，它的眼睛很明亮，好像还是绿色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儿子呀一直在和我叽叽喳喳的说着关于太空的话题，所以我很快就把这只猫给忘记了。就在这里呢，我给我儿子添了几笔，让他的形象更为具体一些，让大家明白哦，原来你儿子是一个喜欢天文的小孩啊。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在前面拐个弯，我们就能到画画的地方了。故事好像没什么进展。这个时候，我儿子在我耳边继续说着关于太空的话题，而且说得更为具体了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木星的环有一天是会消失的呢。”这句话看起来像是一个闲笔，但是呢，故事里就需要这些看似没用的细节。而且在后面大家会发现这句话非常有用，虽然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在后面会有一个呼应。这个时候故事似乎已经停滞了，但其实并没有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猫的叫声，甚至可以说是笑声。紧接着一阵风裹着雪向我们吹过来，这阵风特别大，我赶紧使劲地抓住伞的把手，可谁知风实在太大了，我一下子没抓住，然后伞就脱手了，在地上翻滚了好几米。到目前为止还是现实的描写，包括之前那只猫。接着故事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我喜欢的幻想的方向，它已经越过了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边界。这个时候呀，我那把特别大的黑伞已经被风吹的伞面都朝下了。突然之间，一个黑影噌的跳了上去，紧接着我听到了一声猫的叫声，也可以说是笑声，甚至是得意的笑声。转眼之间，那把大黑伞就飞了起来，就像一个特别大的陀螺一样，它旋转的上升了，而且越飞越高，越飞越稳。
不一会儿啊，它就飞到前面那幢楼的后面不见了。我和我儿子都呆住了，盯着雨伞消失的地方看了好久。最后我儿子说道：爸爸，你说它会飞到木星去吗？这句话呢，刚好和前面我儿子聊太空、聊木星联系在一块儿，有了一个呼应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故事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只是一个小故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小故事。但是呢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大的故事啊，它只是添加更多的细节，有更多的故事的分叉以及延展而已。所以说，要用中文讲好一个故事，它需要一个能让人感同身受的人物，一个能让人轻易进入的场景，一个能让人在故事的世界里前行的事件，一个突然出现会改变之前形成的人物或者事件，一个故事突然的转折，以及最后一个让人觉得故事已经结束，但似乎又没有结束的结尾。当然，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成天给儿子讲睡前故事的这么一个父亲，关于讲故事的这么一个浅见。每个人都对讲故事有着自己的定义以及想法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给我留言，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。那么今天就这样吧，下次再见喽。